这么多年过去，民妖一脉竟还有余息。你的气息，我永远不会认错。所有人会后！今日，我要替族人讨回这笔旧账。原来，从一开始，我们都在你的棋盘上。现在才看明白，已经晚了。影月吞天，必须挡住，力量汇聚。阵法成型，明妖真解，玄天正域。王爷好手段，寒风渡的偶遇，白离的投诚，还有本宫与隐月神宫的关系，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吧？殿下此来幽州，不也有所图谋？既然如此，过往暂且不提。王爷，我们做笔交易如何？说。待王爷坐稳北境，兵强马重之时，助我登上北秦帝位。不必。苏清南，你个混蛋！王爷，你莫非真以为凭北洋一己之力便能吞下北境14州？你现在手中不过10万新军，就算能打赢1战、2战，又经得起几场消耗？王爷，与本宫合作是双赢之局，你为何？殿下，你的分析很有道理。40万蛮军雄关险隘，后勤压力，背后冷箭，这些确实都是问题。但谁告诉你，本王只有10万新军？你什么意思？明修战报，暗度陈仓。殿下想用北秦帮本王收复北境，可本王要的从来不是别人施舍来的北境，北境本就是北凉的。保护王爷！
线传讯。念。北凉王麾下，前渊军主将林峰、副将韩铁于3日前午夜，率5万前渊军奇袭云州。云州守军阵脚大乱，主将秃发乌祥被我军击败，帅旗被夺，城内大部守军缴械。云州即于今日午时全城光复。好一个前渊军！幽州之后是云州，北境有望了，北境真的有望了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不可能！云州守备森严，秃发乌熟是北蛮左贤王麾下悍将，你的人怎么可能无声无息拿下云州？前渊军、林峰、韩铁，本宫从未听过这军队。苏青南，你到底藏了多少东西？殿下以为本王在北凉这些年只练了10万明面上的新军，当年北境失守后，有多少军户散落山野，有多少旧部后人隐姓埋名，又有多少北境儿郎宁愿藏于风雪也不肯忘记归乡。本王来到北凉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练兵，也不是屯粮，而是找到他们，告诉他们时候到了。林峰是幽州旧斥候之后，韩铁是云州铁将之后，他们不是天降神兵，他们就是北境大地本身，是巴氏在磨不灭的脊梁，是黑土之下从未冷却的热血，是活着的北境军魂。此去全朝招旧部，精骑10万，斩阎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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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现在你还觉得本王需要北秦施舍来的北境吗？王爷的格局，莹月见识到了。北境军魂、遣元军、云州捷报，这些确实让本宫输得心服口服。但正因王爷所谋甚大，才更需要盟友。北秦有兵有粮有矿有将，河西商路、西域良马各部暗线，北秦都能为王爷所用。只要王爷点头，北秦可为北凉提供足以武装20万大军的铁甲兵刃，也可提供30万大军2年所需的粮草。河西商路向北凉开放，西域36国的粮马、药材、兵铁、奇珍都可源源不断输入北凉。北秦想要什么？第一，待王爷光复北境14州后，允许北秦商队自由通行，并在靠近北秦地域的韩、燕2州设立护市，关税减半。第二，若有一日，王爷真要走向更大的天下之局，北秦只求能在这千古未有的伟业中留下北秦儿郎的名字。王爷，这一次，莹月是真心求盟。殿下的诚意，本王看到了，但是很可惜，已经晚了。晚了？王爷是觉得筹码不够？不是不够，那是为何？同样的条件，甚至更优厚的条件，早在1个月前，就已经有人替北秦给过本王了。谁？大秦太子府大臣高进忠参见北凉王殿下。高进忠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殿下，此乃我家太子殿下为北阳王准备的军备文书，以及近期北蛮王庭布防情报。太子殿下有言，若王爷与长公主殿下谈及合作之事，可适时防上，以正大秦诚意。殿下现在明白了吗？
1个月前，北秦太子嬴异的密使就已经秘密抵达北凉。他开出的条件是：3年内提供足以武装30万大军的军备，40万大军3年的粮草，完全开放河西走廊与西域36国商路，共享北蛮王庭与影月神宫的一切情报。那他要什么？2件事：第一，北凉光卜府北境后保北秦西境商路100年畅通；第二，若有一日天下再开新局，北秦愿倾国相助，只求不被这新时代抛下。太子殿下曾说，大秦可以没有一时之疆土，不可没有万世之机缘。苏青南此人有上古圣皇气象，当倾国投资，不问短期得失，但求长远因果。所以，王爷刚才说已经晚了，不是晚了3天，也不是晚了1个月，是晚了一代人的眼光和规矩。殿下能想明白这一点，还不算太晚。你今日赶来幽州，敢说出君临天下、四海太平的抱负，本王是欣赏的。至少，你比这世间多数属狗之辈有雄心、有胆魄。只是，你的雄心被北秦长公主这个身份束住了。你眼里看到的是北秦，是皇位，是商路，是一城一地的得失，可嬴异看到的是下一个时代。所以在你眼中，本宫输给他的不是谋略，是格局。是。你回去告诉嬴异，本宫还没输。长公主殿下恕罪，臣只负责呈交文书，并不负责传话。好，好得很。王爷今日把这一切摆在本宫面前，是想羞辱本宫。若只是羞辱，本王没这个闲心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嬴月，你有野心，也有胆魄。本王要让你看清楚，天下真正的棋局是什么样，然后自己决定是继续做北秦长公主，还是做一个真正能落子天下的人。王爷说的好听，可若本宫回到北秦，照样可以重新布局。本宫可以查清嬴异和父皇到底瞒了我多少事，也可以重新拿回属于我的位置。有一件事，想必殿下还没明白。你以为你还能回北秦？王爷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长公主殿下，临行前，太子殿下有口谕。说。太子殿下说，月儿此行幽州，当尽心辅佐北阳王。北凉地结人灵，正可让月儿多历练些时日，待北境大局初定，再议归期。嬴异凭什么替本宫做决定？陛下旨意，长公主嬴月年少气盛，需多加磨砺。今北境风云变幻，正是历练之机，特准太子所请，允长公主暂留北凉，相助北凉王待事毕，再蔡行封赏回朝。殿下，接旨吧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从本宫踏入幽州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回不去了。寒风渡、白离、暗月遵旨、高敬州，还有这封谕令，全都在你的局里。殿下太看得起本王了。有些棋是嬴异落的，有些棋是秦地落的，本王只是顺势收子。好一个顺势收子，好一个北凉王！王爷，本宫赶来幽州，又岂会一点准备都没有？陆地神仙，北秦澹台无泪，请北凉王赐教。王爷，现在你还觉得本宫回不去吗？终于肯出来了，回不回得去，不看他们，看本王让不让。北秦王公大凤，澹台无泪，奉命暗中护卫长公主殿下。澹台无泪，30年前便已名动天下的陆地神仙，明月剑道，一剑霜寒3000里。此人是北秦皇室真正的定海神战。阿弥陀佛，在下子叔观音，
受故人之托前来。观音仙，50年前便已失踪的佛门圣者，此人修的是因果佛法，比寻常陆地神仙更难测。坛台供奉陆地神仙，明月剑道已至无我无间之际。观音仙50年前便已窥得因果之门，加上本宫自己以及暗月尊者4位陆地神仙级别的战力，王爷现在觉得你这北凉龙潭还留得住本宫吗？王爷，请退后，末将誓死守卫。不错，明月剑道，剑即是月，月即是剑，只差一步，便可开出自己的剑界。因果佛法，枯梅在手，不愧是观音仙。至于暗月尊者，破坏力确实难料。殿下，营氏血脉里的祖龙之气能在你身上复苏，也确实让本王意外。王爷，到这一步，还要故作轻松？本王明明知道你有后手，为何还要让你把他们都叫出来？陛下还有密令，若殿下在北凉行事过激，微臣有权阻止殿下。那你呢，观音仙？你也是父皇安排来直指本宫的。在下所托故人，并非公主，而是北凉王。殿下，现在你还觉得自己回得去吗？你什么时候收服了紫薯观音？东海之滨的论道还作数吗？王爷当年3问，直指佛门根本，在下苦思50载，终得解惑，此恩此缘，不敢忘怀。50载，50年前你还没出生，这怎么可能？殿下误会了，在下所说的故人，并非北凉王本人，而是北凉王的师尊。50年前，在下于东海之滨与一头上古海兽论道，那一战，在下以因果佛法困住海兽，却也伤及本源，几经作化。就在那时，一位青衣道人踏浪而来。那位道人看了我一眼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你知道在于因果，却困于因果。今日你为苍生舍身，当有一线生机。他赠我此枝枯梅，说50年后，他的传人会现世北凉。我持此梅前来，了却因果，可得超脱。今日在下依约而来，王爷身上气息与那位青衣道人有7分相似，更有3分青出于蓝。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，但那又如何？本宫打不过，还逃不了吗？凝视血脉尽数，祖龙噬天诀，殿下不可！此术会侵蚀神智，损伤根基，一旦失控，后果难料。父皇既然把我当弃子，本宫还管什么禁令？胆台无泪，你的明月剑道确实厉害，但在祖龙之力面前还不够看。
王爷，现在你还觉得本宫逃不了吗？殿下确实让本王惊讶，没想到嬴氏血脉中的魔龙意志，竟能被你唤醒到这种程度。这是我嬴氏一族最大的秘密，也是本宫最后的底牌。王爷，现在本宫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放我离开，今日之事，本宫可以当作从未发生；第二，本宫燃尽这身祖龙之力，也要让整座幽州为本宫陪葬。殿下说，这是你最后的底牌。但殿下有没有想过，本王既然敢让你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，自然是因为握着比殿下更大的底牌。这不可能！现在该本王出牌了。装神弄鬼！祖龙真身第2形态，他的神智正在被魔龙意志反噬。所有人后撤！苏青南，现在你还敢说你有更大的底牌吗？金线粉碎。祖龙噬天诀正在让他短暂跳出因果束缚。他快压不住自己的神智了。苏青南，你的底牌呢？这就是你的祖龙真身，可惜是假的。这不是道语，这是世界。不可能！你才多大？你怎么可能开辟世界？在本王的世界里，一切法则皆由本王制定。
这才是真正的祖龙。你血脉中那缕魔龙意志，不过是祖龙陨落后，被影月神宫以邪术污染、扭曲的残脆品。本宫不是你的容器。影月，你是北秦长公主，不是影月神宫养出来的容器。本宫不是容器。祖龙血脉被净化了，不止净化，是重塑。这才是真正的祖龙之力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本王不是帮你，本王只是不喜欢影月神宫在本王面前落子。苏青南，接下来该斩陆地仙人了。苏青南，你真以为陆地神仙是随手可斩的蝼蚁？他的账我先算。民妖余孽，也敢妄谈清算！你们冥妖一脉，当年就是这样不知死活。那一夜冰海裂开，你族所谓圣地，也不过是一座会坍塌的坟。闭嘴！我要亲手。你已经够了，剩下的本王替你斩。苏青南，你想替他报仇？不，本王斩你不为私仇，本王只是要告诉影月神宫，北凉不是你们能落子的地方。世界之力，影月降神。借影杀人，可惜，在本王的世界里，影子
也归本王管。苏青南，影月神宫4大尊者之一，也不过如此。族人们，看着。公主不会放过。阿离，替你们看见了。这只是开始，影月神宫欠下的账，本王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一剑斩陆地神仙，不只是斩，是抹去了他在这方天地中的痕迹。陆地神仙竟然也会被这样斩掉！呵呵，世间万物皆有定数，神仙亦不例外。杜侍郎，这枚玉作，你应该还没忘记吧？当年先帝赐我此题时，你还只是户部一个小小员外郎。这是你是杨用吉，大前曾经的布衣宰相，两朝帝师。杜侍郎，16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杨公，您不是已经死了？16年前，我确实差点死了。我挂冠而去，是因为我发现大前的国运正在被人暗中蚕食，有人出卖军情，有人私通影月神宫，更有人暗中谋害皇室血脉，企图颠覆江山。杜侍郎，你真的猜不到是谁吗？现在你有一个选择，继续做别人手中的刀，被推出来承担一切，还是替自己谋一条生路。本王不比你今日表态，你可以回去好好想。不过，本王要你带几句话给张阁老，告诉他，北凉不日将北伐，迎月、澹台、无泪和紫书观音皆在本王这边。最后告诉他，本王知道16年前的事。原来杨用吉没死。原来他们一直都知道。16年前，断魂谷。送到春风楼，记住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。等苏青南和北蛮打得难舍难分时，我们截断他的后路，整个北伐成果就都是我们的。此人就在北蛮军中，有他里应外合，苏青南必败。这天下不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说了算的。自以为是的黄雀，往往也是别人眼中的蝉。
杜侍郎，这3日想清楚了吗？下官明白杨公的意思。不是我的意思，是王爷的意思。王爷，杜文渊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下官愿为王爷效力。本王要的不是奴仆，是合作伙伴。你在前京多年，人脉广，消息灵，又是张阁老嫡系，回去之后一切照旧。张阁老问什么你便答什么，该禀报的禀报，该建议的建议。只是有些消息要第一时间传给北洋。本王不会让你白做，大事若成，你今日的选择，便是来日封侯拜相的根基。下官遵命。杨先生，具体事宜你与杜侍郎详谈。是。长公主殿下，王爷请您去书房。终于来了，王爷。坐。殿下想清楚了。想清楚了。说说看。莹月愿与王爷做一笔交易。殿下现在还有什么筹码？有大秦，整个大秦。王爷与嬴异结盟，是因为他能给王爷军备粮草情报，可他终究只是太子，他给王爷的是太子能给的，而且皆有条件：户市、关税、商路、战后分利，这些都是交易。而我若站在王爷这边，给王爷的可以是整个大秦的效忠。殿下想回大秦夺位？不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嬴月想成为北凉王妃。北凉王妃？不错。王爷要北伐，要收复14州，要问鼎天下，这些嬴月都能帮。大秦的军备粮草情报，我可以给的比嬴异更多。大秦的朝局，我可以帮王爷敲动，甚至将来，若王爷要更进一步，大秦可以成为王爷身后最稳的后盾。而我所求，只有一个：名分。北凉王妃的名分，以及将来与王爷共擎新天的资格。殿下，好大的魄力！之前本王说你眼界被北秦2字困住了。王爷过奖，所以我想明白了，与其争一个北秦地位，不如赌一个更大的未来。殿下觉得本王会心动？这里面是大秦朝派系名单、河西商路节点、西域36国暗线，以及我能调动的所有资源，是我给王爷的第一份投名状。我知道王爷不缺盟友，但王爷缺一个真正懂朝局、懂权谋、懂北秦，也敢把自己押上赌人的人。嬴月可以做这个人。殿下这是把自己也当作筹码？不，我是把自己放进王爷的棋局，但我要的不是做棋子，我要做能与王爷并肩落子的人。王爷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殿下想做北洋王妃，那殿下可知站在本王身边要付出什么？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本王要走的路不止北境，不止大钱，这条路上没有退路，更没有只拿好处不担代价的位置。那正好，我最不怕的就是代价。我已经失去退路了，现在只想换一条真正能走到顶峰的路。这是什么？王印盟约。
你既要入本王的棋局，总该留下一道凭证。王爷怕我反悔？本王最不怕的，就是有人反悔。机会可以给，至于北洋王妃的位置，你现在还不够资格。那王爷便看着，迎月会证明自己够资格。王爷，有朝一日你会发现，今日没有答应我，是你唯一一次判断失误。有意思。王爷，杜文渊已经准备启程，杨先生亲自交代了暗线传讯方式，杜文渊不敢有半分怠慢。让他走。王爷，殿下来的正好。朔州与燕山关之间有3条补给线。这里，北蛮王庭太子与3王子争位，这条线实则被3王子接管。若王爷假意攻燕山关，实则截断此线，朔州守军3日内必乱。继续。这里有一座旧驿站，废弃多时，但我可以让人重新启用。王爷的前渊军若从此处穿插，可避开2处北蛮少骑。代价呢？不用代价，这是我给王爷的第2份投名状。黑冰台在北境与漠北的7处暗线据点，从今日起，听王爷调遣。殿下这么急着证明自己，王爷不是说我还不够资格吗？那我便一点一点证明给王爷看。殿下确实是比灵异有魄力。灵异会算账，我会压命。王爷，长公主殿下似乎很生气。无碍，传令王恒，朔州之战可以开始了。是。将军，趁袭队已经折返3批，他们说朔州城外的风雪不对。怎么不对？雪地里没有脚印，可每到夜里都有马蹄声。传令全军，今夜起3营轮守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朔州城外10里雪原。将军，赤随队已经折返，情况不对，派出去的精锐探袭只有2人回来，而且他们神志不清，嘴里一直念着几个字。什么字？白骨血月不死。人在哪里？依仗。这是什么？哼，蛊毒。严老，能救吗？蛊毒能压住，那他们为何神志不清？神魂被侵蚀，对方不是要杀赤行，是故意放他们回来。故意让他们把恐惧带回北凉大营。蛊术怎么会出现在北蛮？不是北蛮人，是南疆人。哪一支？血月教。将军，说。朔州城方向起雾了。什么雾？黑白色的雾。将军，那是什么？放箭！伤口在愈合。中弩！这东西砍不死。不是不死，是子母蛊，只要母蛊不灭，子蛊不散，这些不死骑士便会不断重组。母蛊在哪里？
在那片雾后。韩铁，点300铁骑。将军要施阵，不是，怎知深浅？末将亲自去。你留守中军，赵爷，你去。末将领命。北凉铁骑冲阵！这些东西会重组，不要恋战，拉开距离。战马惊恐嘶鸣，撤，都撤！将军，末将无能。活着回来就是功劳。那些东西不是人，斩断会合拢，击碎会重聚，身体像被无数虫群拖着，根本杀不尽。不死骑士只是外壳，真正驱动他们的是雾中的子骨，能破吗？能，但必须找到母骨。母骨在朔州城内。不，母骨就在操控他们的人身上。昨日先生，这就是你的不死军。不死骑士确实厉害。将军看到了吗？300北凉铁马被50不死骑士逼得阵脚大乱，这样的战力，将军还担心会输？北凉军中也有不灭天境高手，而且不止一位。不灭天境？将军以为我这不死骑士只能对付普通士兵？这座血月莫谷大阵可不只是操控，阵法之中所有战役真气都会成为母骨的养料。母骨控子骨，子种控骑士，只要母骨不灭，不死骑士便会重组。而这大阵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守，那是什么？3日内，在下不仅要守住歙州，还要反扑云州，收复失地。反扑云州？北凉刚拿下云州，士气正旺。城中还有前援军坐镇，你凭什么？凭这3万到战场残影，凭3万只子骨，凭这座能吞战役、化敌势为我师的血月莫谷大阵。3日内若不能反扑云州，收复失地，在下任凭将军处置。好，若先生真能做到，本将备向大汗请功，封先生为国师，享王族待遇。国师？在下对国师之位没兴趣。那先生想要什么？在下要的是云州城内那3万北凉军的军魂残印，以及北凉军中那几位不灭天境高手的契机本源。好，只要先生能反扑云州，收复失地，云州城内的一切皆由先生处置。成交。将军，今夜之后，朔州不能强攻。若不强攻，云州怎么办？传令全军，在。3营轮守，重弩上长，所有探头撤回。没有本将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踏入朔州城外10里雪原。是。立刻传讯幽州，告诉王爷，朔州有变。血月教入局，不死骑士现世。末将明白。北凉游戏
才刚刚开始。那些东西真的斩不尽。不死骑士只是外壳，真正驱动他们的是血月教的子母骨。子母骨，母骨控子骨，子骨控骑士。只要母骨不灭，那些骑士就算被斩断，也会像虫群一样重新聚合。可有破解之法？2个。第一，找到母骨，将其斩断。母骨在哪儿？必在布阵之人身上。第二呢？以绝对力量摧毁整座大阵。什么层次的绝对力量？陆地神仙。将军，朔州城外的黑白墨雾动了！全军戒备，弓箭手就位，长枪兵列阵，众弩推上前营。所有人以腰部掩住口鼻，不得吸入墨雾。放箭！火油箭！重弩！让我试。不可贸然入阵。再等下去，大营就要被墨雾吞了，广蛮霜天。有效。冰城，这雾会吞我的寒气。那就闪开！孤鸿剑，不愧是孤鸿剑。不灭天境的契机果然比普通军阵香得多。你就是布阵的人。血月教昨日幽泉，装神弄魔。寒气不错，可惜冻不住我的骨。就凭这？太弱了。虫甲护体，不是虫甲，母骨在身，万骨护体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是普通人了。蛊虫护体，也敢妄称不死？这不是普通不灭天境，他借母骨与3万子魔，已经短暂站到了更高层次。王恒，你守不住朔州。北凉军没有不战而退的将军，那就让本座看看你们北凉军的骨头到底有多硬！全军听令，前军守阵，中军压阵，后军护营。今日谁敢退半步，军法处置。传讯幽州，告诉王爷，昨日幽雪，母骨在身，万骨护体，朔州大营恐难久守。现在的我，就是这座战场的神。神？你也配？孤鸿，
斩仙！血月临世。顾影，别管我，闭嘴！不灭天境的契机，对我的母骨来说是上好的阳料。5万北凉精锐加上3位不灭天境，吞下你们，母骨便能圆满。做梦！北凉儿郎，吾等身后是幽州，是云州，是80年未归的北境。今日退一步，北境再现黑暗。随我冲阵！死战！死战！死战！不要恋战，打散阵型，冲向城门！护住口鼻，别让墨雾缠身。将军，前锋被不死骑士拖住了。太多了。那就冲开！他们斩不断，杀不尽。北凉军没有杀不穿的阵。毒老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有。万毒丹，不可！看清了吗？毒能克骨，普通毒不行，但老夫这颗万毒丹炼了30年，它不是毒药，是万毒之源。知人都说老夫是鬼医，半生用毒，阴狠诡怼。可毒之一道本就不分善恶，害人是毒，救人也是毒。今日老夫便用这一身毒术，给北凉军开一条路。毒老，他们没有愈合。毒老破阵了，跟着毒老！全军听令，沿毒老开出的路冲阵！万毒元体。昨日有权，你以蛊控阵，以阵吞军。那老夫今日便告诉你，蛊有脉络，阵有生门，只要找到回流之线，就没有破不了的蛊。你破的只是外围子蛊。够了！只要断你3万子蛊的回流链，王恒就能把北凉军带出来。只要逼出你的木蛊真形，王爷就能斩你。毒老，王恒，看见那条绿线了吗？那里是封城阵的气门，带人冲过去。毒老，你怎么办？老夫留下。不行！王恒，你是主将，主将该做的不是陪老夫送命，是带着北凉军活下去。你疯了！哼哼哼，老夫清醒得很。全军沿绿线冲锋！将军，那毒老，别让毒老白死！冲！滚开！
到了。你竟敢污染母国！王爷，老夫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好一个颜无绝，用命换我3成震击，可惜母骨未灭，大阵未破，你们仍要输！谁说北凉败了？王爷，苏青南，颜无命，你做的不错。区区古镇，也敢称天？你敢小看我的血月莫古大阵？若不是颜无命以身破你3成震击，你这古镇倒还有几分看头。现在该散。古道也好，阵法也罢，伤我北洋兵，害我爱将，都得低头。不可能！颜无命，你这条路，本王看见了。辛苦了，末将无能。不是你的错，是这些不该出现在北境的东西，脏了这片土地。脏？你说我的血月莫古大阵脏？这是艺术，以气息为墨，以战场为卷，以3万资古为笔，绘出的完美作品。你看这些不死骑士，不知痛楚，不知恐惧，只听我一人号令。你看这莫古大阵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万军难破。3万子古加持，母虫吞阵为例。哪怕颜无命以命破我3成震击，我依旧能比你陆地神仙。这样的力量，这样的境界，你居然说？说完了，说完就该上路了。血月护体！不可能，我的血月盾，你的盾不过是借来的力量，也敢说是自己的？母骨吸子骨，子骨吞阵力，你这身力量哪一分是自己修来的？你是不是以为靠古阵堆出的力量就真的无敌了？我的莫骨！不，苏青南，我要你给我的大阵陪葬！血骨真身！王爷小心！可怜。本王说过，借来的力量终究是借的，现在该还了。
不可能！这就是你道。毒老破了，不死骑士散了，毒老开路，王爷收阵，北凉未败。王恒，清点军阵，救治伤员，半个时辰后攻城。末将在。王爷，朔州城还有封城阵，阵已破。末将领命，全军听令，清点军阵，救治伤员，半个时辰后攻城。将军，怎么办？杀！可左仁先生已经……我守朔州10余年，岂能开城投降？朔州守军听令，死战不退！死战不退！死战不退！何必？死一般的寂静。人呢？城里的百姓呢？你是谁？镇北侯麾下密敌头头柯烧，奉侯爷之命，特来助北凉王破城。镇北侯宇文飞，大钱的人，城中的百姓，是你动的手。完颜将军何必这么看我？朔州城反正已经守不住了，与其让北凉白白接手，不如让这座城最后再发挥点价值。10万百姓的气机、生魂、城运，封入这一枚血魂晶。侯爷卡在不灭天境多年，就等这一座朔州，换侯爷踏出那一步，很划算。畜生！成王败寇而已，要怪就怪你们太弱。北凉王，城已破，路也开了，侯爷让我带句话，这份礼物，王爷可还满意？这里面是萧定邦和马腾准备进军北凉的军事部署。侯爷说了，他可以帮王爷挡住萧定邦和马腾，也可以帮王爷吞下朔州、云州。侯爷在百里外的黑风谷等你。他说想跟王爷谈笔交易。交易？关于云州，关于幽州，关于整个北境，当然，也关于王爷您还能走多远。侯爷知道您不少秘密，王爷应该也不想。你也配威胁本王？王恒，入城，封锁全城，救人。这些契机还能救？能救多少，救多少。末将领命。王爷，您去哪儿？南下，杀人。现在，你还想守吗？守？
为谁守？为何守？我守了朔州10余年，守到最后，守来了盟友背叛，守来了挟阵入城，守来了满城百姓遭劫，这些债我还不起。传令，封锁全城，所有古镇残疾、莫闻残影，一处都不能放过。是。再传一队精锐，护送血魂精回幽州。我们要救人。朔州，末将一定替您守住。侯爷，探子汇报，北凉城守军不足3000，且多是伤兵残卒。咱们8万大军压上去，一人一口唾沫，都能淹了这座破城。清玄，清玄？哪个清玄？清玄道长，还能是哪个清玄？斗绝清玄，甲子荡魔的清玄。 50年前，一剑荡平漠北18寇的青云观观主；20年前，于清玄山与先帝论道的得道高人；10年前，挂冠而去，云游四方，再无音讯。陆地神仙，就这老道士？20年前，我随先田地东巡，在清玄山之巅见过他一面。那时他还年轻些，但就是这般模样，这般气质。先帝想请他入朝为国师，许以高官厚禄，他只是一笑，说山中野鹤不惯隆隆，随后便骑青牛飘然而去。 那咱们还打不打？打？拿什么打？哎，意味着他想走，千军万马留不住；意味着他若出手，这8万人未必能踏过他脚下那道线。侯爷未免太长他人志气，就算他是陆地神仙，也主就是一个人，更何况他已经老了。50年前是50年前，现在的他还剩几分实力？诸位。 王爷北伐是为收复故土，是为护我北境百姓。如今王爷在前线破阵，有人却想趁火打劫，背后捅刀。8万大军说是援助，实则夺城。他们想趁王爷不在，夺我北凉，欺我百姓，我们能答应吗？不能！ 北凉是北凉人的北凉，今日我们没有王爷那般神通，也没有北凉铁骑那般战力，但我们有手有剑有这条命，守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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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娘，你也要上城墙吗？ 不用，有道长在，有王爷在，阿娘今日不用上战场。那为什么还要擦剑？因为等会儿可能会有用。宇文飞，你到底还在等什么？等一个变数。变数。 苏青南还在朔州，昨日幽泉有血月没骨大阵，就算苏青南能破阵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回来。北凉城守军不足3000，唯一能打的就是这个装神弄鬼的老道。你不冲，我冲！西凉军听令，冲锋，踏破北凉城！ 过去！
是挥了一下手。这就是陆地神仙。王爷也是这样的人吗？王爷比这更可怕。侯爷，救我！侯爷，这还打吗？道长，此乃朝廷军务，道长方外之人，何必插手？此处是北凉，老道在此化缘，北凉百姓给了1碗粥，2个馒头，欠了因果，自然要还。北凉王苏清南擅自北伐，不听朝廷调令，我等奉陛下之命而来，道长强行阻拦，便是与朝廷为敌。朝廷，陛下，宇文将军，你可知老道今年多少岁？不知。137。老道见过10几位皇帝登基，也见过10几位皇帝离世，见过4次改朝换代，也见过无数次边疆战乱。朝廷会换，皇帝会换，可这方蜀土，这些百姓一直都在。他们给老道1碗粥，老道护他们1座城。道长慈悲为怀，可否先放了马节帅与这些将士？他们都是奉命行事，罪不至此。老道没有伤他们，可他们只是让他们歇一歇，日落时分自会恢复。宇文将军，此路不通，若将军要给朝廷一个交代，不妨如实禀报，就说北凉有老道在，有王爷在，有10万军民在，谁想趁火打劫，先问过老道手中拂尘。北凉有道长在，北凉有王爷在，谁也别想欺我北凉！道长神通，末将领教了。回去吧。道长说日落时分放人，可否准我等在36外安营？随意。那北凉王，日落之前，王爷自会从朔州归来。传令全军后撤30里，安营扎寨。侯爷，咱们8万大军就这么退了？不退，你去过县。末将不敢。撤！以后也能这么强吗？能。侯爷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马节帅被清玄道长定在阵前，日落后若回来，必会闹事。马腾是冲在最前面的人，战场混乱，做干净。侯爷放心，侯爷。若苏清南真的回来，那就看他是先去黑风谷，还是先回北凉城。哼，那我们就亲自跟他谈，谈不成，也要谈。因为现在还不是跟苏清南彻底翻脸的时候。老东西，马节帅，你来做什么？侯爷担心马节帅受惊，让末节来交应。哼！宇文彻这个缩头乌龟，
本节帅在前方被困半日，他竟敢带兵先退，这笔账本节帅记下了。马节帅，今日战场混乱，末将奉命护送马节帅回营。不对劲！马节帅冲阵受清玄道长神通反噬，气机崩溃，已在阵前消散。诸位，可都看清楚了。那就回营吧。道长，您要去哪儿？花园。道长，城里还有粥，还有馒头，还有热汤。那就再欠一份阴馆。王爷！宇文飞，出来。侯爷，苏清南到了。昨日幽泉呢？朔州大阵已破，昨日幽泉也已化作黑白墨水雾气消散。好，他越强，越值得我赌。走。王爷，末将奉旨入北境，本是为助王爷北伐，不想马腾轻敌冒进，冲撞道长神通，气机反噬，已在阵前消散。如今马跳已散，西凉军无主，末将愿暂统镇北、西凉两军，助王爷平定北境。说重点。王爷，我想跟你做一把交易，说，我助王爷收复北境14州，8万大军皆听王爷调遣，漠北、西羌、南诏我都有暗线，3年之内，我可助王爷打穿整个北境。条件，我要北境战场上的气机残印、军煞、败军气机、承运残光，所有战后散入天地的力量，我都要。1万道气机残印，可炼1颗血魂丹。我要100颗。王爷取地，我取丹，各取所需。而且我知道王爷的秘密，3年前昆仑之巅，王爷不必紧张，我无意与王爷为敌。只是若王爷不答应，我只能将昆仑之巅的事奏报前京。你敢动我？你以为本王在乎？朝廷不会放过你。昆仑之巅的秘密，本王不在乎。四明，救我！侯爷，末将跟了您23年，学了您23年的隐忍，也学了您23年的算计。您教得好。安世明，您常说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您在马跳身后做黄雀，可在这盘棋里，您也是蝉。宇文飞勾结邪道，私炼邪丹，暗害马腾，祸乱北境。末将已将其正法，愿率镇北、西凉8万养士归顺王爷，听凭调遣。安世明，末将在。带着你的兵后撤30里，安营扎寨。是。没有本王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踏入北凉城1步。擅入者，斩。末将遵命。王爷，这人心思很深，所以才有用。不怕他反噬，若刀反手伤主呢？刀有锋芒，才好杀人；若伤人，那就折了。王爷今日为何不杀安思明？此人隐忍23年，
又吞下2军兵权，留着他，必是后患。宇文飞和马跳都散了，这8万大军若此刻群龙无首，便会化作乱军，祸乱北境。本王能轻短安的名，却不能立刻稳住8万人心。宇文飞和马跳都散了，这8万大军若此刻群龙无首，便会化作乱军，祸乱北境。本王能清算安思明，却不能立刻稳住8万人心，所以先让他替本王稳住这8万大军。养蛇为用，若这蛇反咬王爷一口呢？蛇有毒，才好咬人；若敢反噬，拔牙便是。暗卫统领陈两翼参见王爷。两翼，去安思明身边，取得他的信任，成为他的心腹，盯住他的一举一动。这是玄铁令，可调动北境所有暗桩。记住，去他身边，不要像暗卫，要像一个有野心的人。属下领命。王爷信得过他，人心是会变的。他命是本王给的，令牌是权柄也是锁。不狠，北凉活不到今日。宇文飞啊，宇文飞，你倒是给我留了好东西。等我炼化这血魂丹，踏入陆地神仙，这北境是谁说了算，还未可知。将军，宇文拓旧部已封进修为关押，马腾旧部该如何处理？先安抚苏清南，留我稳军，我便借他的事坐稳位置，各取所需罢了。羽已入网，计划开始。废物，2个废物！8万大军竟然就这么归了安思明，安思明居然向苏清如称臣了。国公爷，安思明需要名分，若能许他官职，或许还能拉回来。有刺客，快护驾！这些不是普通刺客，小心那些墨色雾气！燕国公，我家主人有请。至于你们，是自己走，还是我送你们走？多谢阁下救命之恩，敢问你家主人尊姓大名？国公随我来，去了自然知道。好，事已至此，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梁王，那位深居简出的王爷也入局了，此事必须立刻禀报北凉王。这荒郊野岭的，陈先生带我来此见谁？请。梁王殿下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定邦兄，一别艰年，坐下说话。方才林中那些诡异的刺客，都是殿下的人。是，那些确实是本王的人。殿下既然承认了，那你是想要在这里杀我灭口？若本王真要杀你，你现在已经化作黑白墨水雾气，散在那片林子里了，根本没机会见到本王。那一招墨水雾气的诡异手段确实罕见，陈先生若不出剑，我恐怕真的走不出来。那场刺杀有2个用处，第一是试你，生死关头，若你连跟本王走进这座庙的胆量都没有，便不配坐在这里谈事。那第二呢？殿下如此大费周章，
总不只是为了吓唬我。第二，是为了留证据。那些刺客用的是梁王府暗卫的身法，留下的是本王的贴身令牌。殿下是故意让人发现这刺杀是您指使的。证据越明显，聪明人越不会信。他们会猜疑朝中政敌，猜疑其他皇子，甚至怀疑北凉王栽赃，唯独不会想到本王真的来了北境，还在这座破庙里见你。这招灯下黑玩得够狠，殿下布局如此深远，想要什么？皇位。殿下慎言，此话传出去，可是灭族的大罪。我那位皇兄能做，本王为何不能？苏清南在北境做大，前京迟早要压他，前京一压，北凉必反，那时神经空虚，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殿下是想要我掌管的神经12卫？等你回去，你要暗中换掉关键将领，等北境战事最焦灼之时，封九门，控皇城。这是兵变，殿下这是要我把命豁出去陪你赌。事成之后，你便是神武大将军加太尉，北境3州划归你的封地。若我不答应，殿下打算如何处置我？燕国公方才遇刺，伤势过重，归京途中气机反噬，不幸身亡。萧兄，你选哪条路？好，这局我跟殿下赌了。萧兄错了，你不是跟本王赌，是跟天下赌。破庙外风声骤急，两人的身影被风雪逐渐淹没，盟约就此达成。苏瑞，你终究还是按耐不住跳出来了。从哪里拿到的？回王爷，是从林中那些刺客身上搜出来的。萧定邦被一名青山生日救走，进了山神庙，那里戒备森严，我未敢靠近。这令牌刻意留存，看起来太像栽赃，反而显得有些拙劣。正因明显，才是梁王苏瑞的手笔。他深知聪明人多疑，故意设下这灯下黑的圈套。这博弈远比我看到的更复杂。梁王找萧定邦，是为了神经12卫，他想借着北境战事和朝廷内部的矛盾谋反。梁王竟然有如此野心，他若控住神经，王爷岂不腹背受敌？王爷既然看破了，要不要立刻飞鸽传书给前京的那位，好提前防备？不必，萧定邦这枚棋子已经回不去了。王爷已经安排了人在前路埋伏，在他离开北境的必经之路上，既然想入局，就要有入局死掉的觉悟。王爷，你们神藏一脉的心可真是一个比一个脏。道长过奖了，乱世之中，不脏心者难存。柳思雨，去养好伤吧。王爷，我还能为您做什么？你若真想帮本王，就先让自己变强，强到有资格真正站着天下博弈的棋盘。思雨明白了，定不负王爷厚望。这一局，谁也别想全身而退。此刻，我们的人已经动手了。萧定邦，你的燕王梦，只能在黄泉路上做了。国公，马快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也要跑。
苏青南不会放过我，梁王也未必真信我，停下就是死路。前方何人挡路？姑娘，在下有急事借道，请行个方便。你姓萧，萧定邦，47岁，燕国公，修为金刚地境。没错，没找错人。姑娘认得在下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叫唐呆呆，唐门的唐，呆头呆头的呆。唐门与在下素无往来，唐姑娘在此等我，是为何事？是谁让你来的？不能说，师傅说做生意要讲规矩，有人请我来送你一程。看来是谈不拢了。你们别急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走不掉了。灭了他！阿飞。唐姑娘，我与唐门无冤无仇，我可以出2倍、3倍、10倍的价钱，我可以买我的命。不行，先来后到是规矩。而且这次雇我的人不是钱，是承诺，一个唐门无法拒绝的承诺。唐门无法拒绝的承诺，苏青南，你好狠！都说了别急，这是海棠醉，中了之后会很困，醒不来的那种。月儿弯弯照九州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人已经太长，按原计划布置。是。撤。阁老，事已办妥。说，萧定邦退场于并州官道30里亭，现场已布置成山贼劫道，唐门海棠醉的痕迹也已留下。唐呆呆那边呢，承诺之物已送往蜀中，唐门主很满意。金令呢？按阁老吩咐，已藏入萧定邦随身暗袋。萧定邦死在并州，并州节度使刘崇又是梁王举荐，如今他身上再搜出先帝金令，这局会不会太刻意？就是要刻意。聪明人看见刻意，会觉得这是栽赃。可皇帝不一样，陛下会信？他不是信，是怕。
当年先帝驾崩，宫门封锁，顾命重臣一夜皆生。16年前那场旧案，至今无人敢提。而先帝金令是唯一能把那桩旧事重新摆到太庙前的东西。若皇帝知道他那个看似闲散无争的七弟暗中藏着先帝金令，又与萧定邦私下牵连，你说他会怎么想？他会忌惮梁王？不止忌惮，他会查梁王，查梁王府，查凉州，查梁王在朝中、军中、地方所有暗线。梁王藏了16年的棋会被一颗一颗翻出来。阁老为何要把梁王也拉下水？萧定邦必须死，他不死，北凉那位不会放心。北凉不放心，这盘棋就下不下去。至于梁王，他藏得太深，深到连老夫都看不清他到底藏了多少后手。看不清的棋子，最好先翻。传信春风楼，暂时关门。是。梁王啊梁王，要怪就怪你生在帝王家。王爷，说。萧定邦死了，2日前，并州官道30里亭，表面是山贼劫盗，一个金刚地境，几名沙场老卒，被山贼劫盗，所以事情很蹊跷。谁干的？苏庆南、张阁老，有可能。并州府衙验查时，从萧定邦随身暗袋里发现了一枚金令，先帝金令。消息传出去了吗？已经传开，前京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。陛下想必也知道了。谁？到底是谁？本王没有金令，本王找了16年都没找到那东西，他怎么会在萧定邦身上？好啊！本王借刺杀做灯下黑，他们反手借金令做局中局，这是要把本王逼到皇兄刀下。我也息怒。苏庆南、张阁老，还是皇兄，不管是谁，既然你们要逼本王入局，来人，传临津河，传凉州军中所有心腹将领，今夜入府议事。是。本王没有金令，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皇兄，既然你一定会疑我，那本王便让你一个够。萧定邦死了，死在并州，身上还搜出了一枚先帝金令。你们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此事蹊跷。蹊跷在哪儿？其一，萧定邦乃金刚地境，随行亲卫皆是沙场老卒，寻常劫道之人绝无可能得手。其二，先帝金令失踪16年，为何偏偏出现在萧定邦身上？其三，并州节度使刘弘乃梁王举荐，萧定邦死在并州，未免太巧。朱祁，臣在。查梁王，查他这些年结交过什么人，养过什么势力，在朝中、军中、地方有多少暗线，一件一件都给朕查清楚。臣遵旨。兵部拟旨。陛下，请示下。擢升禁军副统领周武为神武大将军，暂掌禁军事务。陛下，
周武资历尚浅，恐难服众。不服，就让他服。是。若梁王真有异心，下一步会怎么走？2条路。说。第一，自请入京，交出封地兵权，以示清白。但此路凶险，入了神经，生死便不由他。第二呢？反。反？他拿什么反？臣不知，但臣知道，若人被逼到绝路，便会搏命。传旨，召梁王入京，就说朕想他了，让他来前京过年，再让周武调1万禁军，沿途护送。姑娘，萧定邦死了，先帝金令现世，梁王被移。若当年没有退婚，我要去见他。王爷这棋太狠。道长心乱了。老道士心乱吗？老道士被你逼得没路走。王爷，道长，王爷在一棋。思雨自幼也学过些棋艺，若王爷不嫌弃，观棋即可。王爷，道长，下棋这么有趣的事，竟不叫我。道长要输了。胡说，老道还有后手。后手？道长这局再拖下去，怕是只能毁棋了。不下了，你耍赖！是道长要毁棋。王爷，梁王那件事也是您早就算好的吧？一半。另一半呢？张阁老、萧定邦必须死，梁王也必须被逼出来。本王要搅乱前京棋局，张阁老要清掉朝中旧患，目标一致，落子不同。所以萧定邦死是王爷的局，金令现世是张阁老补的刀。差不多。这位就是柳姑娘吧？见过银月姑娘，早听闻柳姑娘才貌双全，可惜若柳姑娘当年没退婚，说不定今日站在王爷身边的人就是你了。思雨有些不适，先告退。就这？你觉得梁王现在还有几条路？2条。第一，入京，交出封地兵权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赌钱家顾念手足。生死由人，不算活路。第二，投北凉，他现在被钱胜猜忌，朝中暗线即将被清洗。若想活，投靠王爷是最稳的选择。难道我说错了？他还有第3步。造反！梁王真正的路，不在你看到的2条路里。他若入京，前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；他若投北凉，前帝立刻有借口清洗凉州，顺势拔掉他暗中经营16年的所有势力。所以他只能反。不是只能，是有人逼他反。前帝？前帝派去凉州的人是周武，新任神武大将军，禁军副统领，资历不深，威望不高。这样的人有什么特别？他是梁王的人。10年前，梁王借并州节度使刘崇之手，将周武从边军调入禁军。10年里，周武一步步爬到禁军副统领的位置。他是梁王埋在禁军里最深的一颗案子。既然如此，
前帝为何还敢用他？因为前帝早就知道周武带1万禁军南下，表面是奉旨迎梁王入京。梁王看到周武，会以为自己的人来了。再加上那1万禁军里，确实有3000是梁王暗线。梁王会觉得这是机会。对，他本来被逼到绝境，正需要一把刀，周武便是前帝亲手递给他的刀。但这刀有问题。问题很大，这1万禁军真正的主将不是周武，那是谁？陈玄礼。只要梁王抗旨，陈玄礼便会接管禁军，那3000梁王暗线也会被一网打尽。所以这是一局死棋。对，梁王若不反，入京必死；梁王若反，正中前帝下怀。他以为自己等来了机会，其实是前帝给他准备好的棺材。那王爷呢？前帝逼梁王反，梁王也必然反。张阁老借金令逼出梁王，那王爷在这盘棋里落的是哪一步？本王的棋不在棋盘上。将军，时辰到了。出发！阁老，梁王真的会反吗？会。若他不反呢？入京是死，抗旨也是死。他若不想死，只能赌。陛下这一计够狠。帝王心术本就如此。王爷，周武大军已过黄河，最迟3日便到凉州。多少人？1万禁军。周武暗中传信，前帝密旨中有若梁王抗旨，可就地格杀一条。皇兄啊，皇兄，你果然还是要我的命。王爷，该决断了。北凉那边怎么说？苏清南派人传信，他说若王爷起事，北凉会牵制朝廷北线兵力。条件？黄河以北。哼，右口真大。王爷要拒绝吗？告诉他，本王答应。是。传令凉州各营，3日后周武抵达凉州，开城门迎往事。蜀中司军今夜入山道，江南银粮全部转入凉州，前京暗桩，等本王号令。若本王一声令下，9门之内灯火为号。是。皇兄，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传本王令。在。凉州各军即刻戒严。3日后开城迎周武。若前帝要本王死，本王便清君侧，正朝纲。清君侧，正朝纲。清君侧，正朝纲。这一夜之后，天下再无人敢说梁王无争，前京与凉州之间只剩冰封。而远在北凉的苏清南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棋盘上的黑子
终于动了。王爷，都准备好了。城外如何？周武1万禁军，明日辰时抵达凉州。蜀中5000司军已前至北门密林，江南银粮昨夜入库，凉州3万驻军全部待命。禁军暗线呢？周武密报，他手下3000人已准备妥当，只等王爷号令。王爷，前京还有2个变数。说。黑衣卫指挥者沈炼3日前离京，去向不明。还有陈玄礼，陈玄礼称病必服，可我们的人进不去。建议离贤。现在想退，已经晚了。传令下去，明日辰时开城迎周武，4时3刻教场点兵，祭旗，起兵。将军，凉州4门紧闭，城头守军增加1倍，北门10里密林发现5000司军踪迹，还有陈将军到了。陈将军，陛下有旨，明日梁王必反，你我2人在梁王起兵之时临阵倒戈，拿下凉州。我手下那3000人，一个不留。心软了？不敢。明日教场点兵，我以摔碑为号，碑碎，清乱。事成之后，你就是新的神武大将军。若不成，你我这1万禁军都得留在凉州。末将领命。王爷，周武已入城，禁军正在向教场集结。传令，凉州所有兵马，教场集合。将士们，本王今日站在这里，是要告诉你们一个被藏了16年的真相。16年前，天地驾崩，遗命被人篡改，忠臣被压，宗室被移，大前江山从那一夜起便被阴影笼罩。本王忍了16年，装闲散，装无争，装成天下人口中的废王。可本王换来了什么？换来的是猜忌，是逼迫，是萧定邦之死后，连本王也要被牵连入局。天地昏聩，猜忌手足，逼反亲子，清洗忠良，这样的朝堂不能再让它烂下去。今日本王起兵，清君侧，邓朝纲。清君侧，邓朝纲。王爷，愿随王爷。周武，你做什么？王爷，对不住了。随着周武的话音落下，教场外围的1万禁军中，7000黑甲同时拔刀，锋利的刀锋瞬间对准了身旁的3000梁王暗线，阵型从内部猛烈炸开，刀光交错，真气翻涌，3000梁王暗线猝不及防，被7000禁军合围压制。周武，陛下早就知道了。梁王苏瑞勾结禁军叛将，私聚凉州兵马，意图谋逆。陛下有旨，捉拿反贼，违令者即按乱军处置。王爷，走！苏昭，你好狠！这南军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完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！16年，本王等了16年，忍了16年，谋了16年，结果就等来你们这一局。王爷，束手就擒吧。苏手，本王装了一辈子贤王，今日好不容易穿上这副甲，你让本王束手？狂风暴雨，你让本王束手！
传令，封住教场4门。是。王爷，你败了。本王还没死！拿下梁王！王爷，好，好一个帝王新兽！你回去告诉他，这江山他坐不踏实。会，想拿本王，那就拿命来换。封锁教场，梁王苏瑞，生死不论。王爷，结束了，结束。本王忍了16年，装了16年贤王，最后竟然输在自己亲哥哥手里。王爷，东门密道还在。景缺，你跟了本王多少年？21年。21年啊！去北凉。属下不走。本王让你走，本王可以死，但梁王府的火种不能断。把世子送去北凉，告诉苏青南，本王送他一份大礼。属下领命。走！拦住他。梁王苏瑞在此，想拿本王就自己来。公正，王爷，束手吧。本王装了一辈子，今日好不容易像个人一样站着，你让我束手？王爷！陈元礼，告诉苏昭，这江山他坐不稳。退！苏青南接住了。收剑，梁王已败，封禁修为，暂押后诊，不得扰民，不得入内宅。王妃与世子务必活着带回前都。王妃，快走吧！林将军已经在后门备好马车，小世子也在车上。王爷最喜欢腊梅，他说腊梅最像梁王府，看着柔弱，实则耐寒。把这封信交给林京区。王妃，您不走吗？我走不了。王妃，告诉林京区，无论如何，把世子送到北凉，送到苏青南手里。王爷，切身护住我们的孩子，活下去。走！这步棋不攻不守，不劫不引，怎么看都像废子。凉州急报，梁王苏瑞败于凉州教场，梁王妃赵婉清开启护府密阵，遮断追踪契机，已随阵光消散。梁王还是败了。还有呢？梁王世子被林惊羽等人护送出城，正往北凉而来。另外，蜀中5000司军在得知梁王败讯后，化整为零，潜入山中。江南800万两白银下落不明。800万两白银，怎么会下落不明？因为那些银子根本没去凉州，有时候偏骑才是杀招。那去了哪里？王爷，府外有人求见。谁？林靖国带着梁王世子。请。北凉王，梁王临终前让末将将世子送来，他说这是送给王爷的一份大礼。他叫什么？还未取名。王爷说，若世子能活下来，请北阳王赐名。苏念旧的念，念情的念。谢王爷赐名。从今日起，
临京却入来两军。末将领命。苏念由王府抚养，此事不得外传。谢王爷。王爷真的要收留梁王氏？他是梁王之子，前帝不会允许他活着。为何不？所以他只能活在北洋。王爷说的第四步棋，到底是什么？梁王死了，凉州平了，前帝看似赢了，赢的代价是4万精锐折损，是朝野人心动荡，是凉州旧部离散。更重要的，难道不是？梁王世子还活着，蜀中5000司军还在，江南800万两白银还在，梁王散落各地的暗桩也还在，这些都是火种。王爷要借这些火种？不是借，是点燃。窗外北风骤起，卷起千堆雪。梁王留下的火种已落入北凉，而前帝以为被扑灭的大火，才刚刚开始燃烧。